大概到了凌晨2点半左右，他觉得说不对耶，这个状况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了，所以他就再打一次999。结果消防队跟他讲说，现在状况有变化，请你们现在撤离现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遇到高层建筑物的火警该怎么办？我讲高层建筑物，这是法规用语，这是有定义的。50公尺以上，或者是16层楼以上的建筑，这叫做高层建筑物。它的法规、设备的规定就会跟一般的建筑物不大一样。民众就会觉得说，高层建筑物，那我在遇到火灾的应变上，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事情？事实上，你的应变跟一般的场所是不会有不同的。比较会有难处，比较会有很大差异的是我们抢救的作为。所以对于住民本身是没什么差别，是没什么差别。像这种情况，你可能真的无法期待外部救援很快及时到达。你要靠的是自己的观念正确，要靠的是这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和防火区划的完备性。你住在高层建筑物，遇到火警的动作完全相同，关门、开窗。如果能够关闭中央空调的话，尽可能去把中央空调关闭，因为它会把浓烟带过来。没错，当然中央空调这个事情可能比较会发生在公共场所，你在住家可能不会。这个跟我们讲其他的建筑物类型原则完全相同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住在自己家里面，遇到火警，关门开窗之后，除非现场状况有立即危险或是有变化，否则呢，你是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很急急忙忙打119。关门避难之后，你已经安全。那我觉得其实呢，如果你都已经确保自己安全了，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让消防人力能够聚焦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住民上。没错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，因为环境不熟悉，可能会有很多变化，这时候你受困了，你打119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案例，它是发生在2017年英国伦敦一个叫格兰菲尔德的大楼，它发生火警，那个大火是烧到它好像整栋大楼都是火。当天那场火警呢，里面有一个台湾人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说他当天晚上有朋友来他家借宿，他大概在凌晨1点钟左右就闻到有烟味，所以他们就打999，打电话进去之后，消防队跟他讲说你们那栋大楼现在4楼起火了，你们呢现在呢就把门关好，留在原地就好。大概到了凌晨2点半左右，他觉得说不对耶，这个状况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了，所以他就再打一次999。结果消防队跟他讲说，现在状况有变化，请你们现在撤离现场。但是当时发生一个事情，他的邻居很多是老人家，没有办法往下跑了，所以他的邻居就决定说他们还是留在原地。那这个台湾人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往下走。那最后呢，他们2个人安全生还，而他没有跑的邻居呢，其实最后在火场中罹难了。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案例一定会冒出很多的疑问，我们不是都跟大家讲说高层火警我们躲在自己家里关门就没事吗？对啊，可是为什么到最后连屋子里面都会有热进来？是为什么他们邻居还是死掉了？那为什么消防队一开始叫他们就地避难了，后来又说赶快跑呢？那是不是我们教大家关门避难留在原地是不对的呢？它其实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，就是它4楼起火，它当时的火势是从建筑物的外墙爬上去的。这难道台湾的建筑物是不会像这样烧的吗？台湾还真的不太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建筑物外墙能够让火被延烧上去，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物外墙有加装那个保温层啦。因为他们在寒带国家，保温层因为呢会延烧，所以这个火势就沿着这保温层从外墙爬上去了。那你说在台湾这么热的国家，你如果一个大楼还加装保温层的话，我敢保证那个大楼一定没有人要买。因此这种状况你说在台湾会不会发生？不太可能。那回过头来，
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想要让大家额外知道一些事情。我们今天如果是在高层建筑物里面，通常因为抢救不易，你可能在火场里面受困的时间会很久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额外做哪些事情？关门开窗这个原则依然不变，但是这时候你要把你一只手机保留好电力，可能断电就充不到电。对啊，那第二个事情，你可能要透过一些其他管道，随时留意这场火警的状况。那第三个，真的万一现场状况有变化，你要赶快联络消防队。你是自己的住家，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急急忙忙的打119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当你今天发现现场环境状况有变化，你发现我这边好像有危险了，你这时候就要赶快联络119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高楼层火警你可能还要额外注意的事情。英国那场火警啊，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，那消防队一开始叫大家留在原地，这个指令到底对不对？其实我要跟各位说，它还是正确的。因为呢，这个台湾人跟他的朋友后来撤离现场的时候，他们在楼梯间是跨越了很多倒地的尸体。当火灾一开始刚发生的时候，它可能火势浓烟的状况非常严重，所以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就跑，他面对到的是最严重的状况。而后来呢，消防队已经开始救灾了一段时间，建筑物内部的烟可能已经开始慢慢散掉了，内部的这个温度也开始下降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消防队请他们跑，他们是面临到的状况已经没有像一开始那么严重，因此在这个时候跑反而是安全的。所以呢，消防队一开始叫他们留在原地，这个指令我认为还是正确的，也不会去推翻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我发现火灾不能跑了，先关门避难。其实我认为这个原则还是没变的，这也不代表消防队一开始给他下的指令是错误的，因为状况会变化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到吗？如果说我在自己家里头已经关好门了，那这个时候如果消防队来敲门的话呢，我们讲的是说你已经安全了，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把消防人员叫过来。但是现在情况是说那个消防队已经自己上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消防队来敲门，你应门，你就依照消防队的指示去做下一步动作就好。所以呢，我想呢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高层建筑物你有哪些事情要去做额外的留意。所以呢，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好，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是住在高楼层大楼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什么事情是让你最担心的？欢迎底下留言。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这个台湾人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往下走。这个台湾人因为他的朋友不熟悉这个环境嘛，第一次来，他还一路上呢一边回头问他朋友说有没有跟上，他一直在讲话。所以他跟他朋友离开现场之后啊，其实他的呛伤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他一直在讲话。我知道他朋友他今天来借宿，应该后来觉得很衰啦，还借宿结果遇到火灾，还烧到上新闻这样子，